吴飞燕这辈子想要得到的东西有很多，在今天之前，她最想得到的东西，一个是林婉儿手上那枚戒指，另一个便是师尊孟长生留下的长生之秘。但是今天，她最想得到的东西，变成了这尊四方宝幢。要知道，无论是戒指，还是长生之秘，那都是孟长生的东西，而四方宝幢是连孟长生都求之不得的宝贝，所以四方宝幢的价值要比前两者强出不知多少倍。长生之秘就值得吴飞燕亲赴华夏，重返10万大山，更何况这四方宝幢，她必须要亲自去一趟，才能确保万无一失。于是，吴飞燕用最快的速度踏上了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路程。飞机上，吴飞燕的心情一直非常激动。活了400年的她，少见的有了一种坐立难安的急躁。她急，是急这飞机为什么不能再快一点？可是，从破青会所在的岛屿飞往布宜诺斯艾利斯，只能采用水上飞机。水上飞机的速度上限很低，极限速度也不过500-600公里每小时。此刻的吴飞燕，双眼看着窗外下方的海面，心中暗忖，当初师尊留给师兄的那枚戒指，定然是有传送功能的，否则也不可能眨眼间就将师兄送出千里之外。只是林婉儿没有修为，无法激活那戒指的真正功效。若是我能得到那枚戒指，天下再大，世界再远，还不就在我一念之间？一想到这里，他心里就难免恼怒。区区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林婉儿，就让他找了300多年，长生之秘还不知道要何年何月才能有所突破。正因为如此，他心里少见的开始默默祈祷，祈祷自己千万不要再与四方宝幢失之交臂，更不要让四方宝幢也和林婉儿以及长生之秘一样，需要耗费自己很长的时间追逐。以前他还敢说自己有的是时间，可现在他很清楚，自己的寿命只剩下100年了。当吴飞燕在南极附近海域上空飞行的时候，破青会的钟永博也已经从北卡罗来纳州乘坐飞机前往纽约。而与此同时，汉克已经因为肋骨骨折被直升机送到了曼哈顿医院。位于曼哈顿核心地段的曼哈顿医院，外观看起来像是一栋大型写字楼。这座综合性的医疗建筑共有21层，能够提供综合门诊、急诊、手术、影像、病理以及住院等全套的医疗服务。这栋21层的大楼，地下室是影像以及放射的科室，1到10层是门诊、急诊、手术以及行政办公楼层。从10层开始，便是住院病房。由于这家医院地处寸土寸金的曼哈顿，所以这家医院自身的定位也比较高端。这里的住院病房大都是单人间，甚至还有单人套间。在这里住院，就跟住5星级酒店没什么区别。在这里接受治疗的周良运，一直被安排在17层的综合病房。FBI 特意让医院安排了一间把头的1701病房，同时征用了1701对面的1702以及1703、1704这3间病房。由于周良运被罗斯柴尔德家族滥用私刑的事情影响很大很恶劣， FBI 对他的安全极为重视，生怕再出任何差池，所以派出大量人员保护。汉克也被安排在了这个楼层。原本他想选一个尽量靠近1701的病房，但是 FBI 早就跟医院打过招呼，虽说他们征用了1701到1704这4个房间，但从1705开始的病人也都被转移到了与1701相反方向的其他病房。按照 FBI 的要求，必须前面全住满，才能按顺序分配病房，绝不允许跳号安排。这也就是说，眼下的病人都被安排在了从1730开始，一直到1709这20多间病房内。汉克入院就只能被安排在1708，再有病人入院就安排在1707，以此类推。汉克入院之后，医生为他检查了伤势，肋骨骨折多数情况下并不算什么严重的伤，尤其汉克受伤的肋骨是右侧肋骨，这个位置的肋骨由于避开了心脏，所以也就更不会有太大的麻烦。医生为他做了简单的固定和止痛，剩下的便要等待进一步检查。汉克便趁着检查前的间隙，
将这边的情况率先汇报给了叶晨。叶晨此时也已经返回纽约，正准备前往曼哈顿医院的他，接到汉克的电话，便开口问道：“汉克，你已经进到曼哈顿医院了吗？”汉克忙道：“是的，叶先生，我已经进来了，现在就住在17层的病房。周彼得也在这个楼层，不过我暂时还接近不了他。”叶晨问他：“你跟霍华德联系了没有？”“还没。”汉克道：“我想先向您汇报，看看您有什么指示。”叶晨道：“我没什么指示，你去向霍华德汇报吧，看看他下一步打算让你怎么做。”“好。”汉克恭敬地说道，“那我这就联系他。”言罢，汉克挂断电话，打给了霍华德。电话接通后，他便告诉霍华德：“先生，我现在已经在医院里了，不过我靠近不了周良运 ，FBI 在这里戒备森严，而且还搞出了一个隔离地带，一旦靠近就会引起他们的警觉。”霍华德咬牙切齿地骂道：“这帮王八蛋，对一个小偷还搞这么大阵仗保护，真是岂有此理！”汉克问他：“先生，我接下来要做什么？”霍华德思忖片刻，道：“你先抽调几个机灵的手下，以探望的名义过去你那里待命，我这边跟 FBI 的负责人沟通一下，看看能不能让他们松口。”“好。”汉克便道，“那我这就安排。”霍华德挂了电话，便立刻给 FBI 的负责人打了一个电话，可他没想到，平时对方都是秒接自己电话，这次电话响了半天，对方也没接通。愤怒之余，他编辑了一条信息给对方发了过去，内容是：“不要拒接我的电话，除非你想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敌人。”信息发过去之后，他又打了一个电话，响了7、8声，对方才终于接通，无奈地说道：“罗斯柴尔德先生，你找我有事吗？”霍华德冷声道：“我有重要的事情，必须见一见那个周彼得，需要麻烦你安排手下的人，给我的人行个方便。”对方为难地说道：“罗斯柴尔德先生，周彼得的事情现在已经弄得我们非常被动了，全美国人的目光都在盯着我们。我这个时候要是再让你的人接触周彼得，万一再闹出什么丑闻，别说我的位子保不住，就连总统先生的支持率都会暴跌的。”霍华德道：“你放心，我的人只会问他问题，不会把他怎么样的。”“不可能。”对方斩钉截铁地说道：“罗斯柴尔德先生，如果你只是问他问题就能够得到答案，那你也不会把他囚禁在布鲁克林监狱的地下密室里严加拷问了。也不瞒你说，现在医院里很多媒体都在盯着我们，如果我们再有任何徇私舞弊的行为，你们罗斯柴尔德家族也会非常被动的。”霍华德心中憋闷，怒问道：“那我就向警方撤诉，表明一切都是误会，那样一来，你们是不是就不需要再保护周彼得了？”